欢迎老婆回家。一句话融化了冷酷男神初见的冷漠。于龙自幼便是个寡言少语的人，高大的身躯，冷峻的眉眼，总让人心生距离。他站在人群中，就像一座孤傲的冰山。即便在工作场合，他的冷静、果断和精准，常常让人心生敬畏，却不敢靠近。他的同事们私下议论，于龙就像是一把锋利的剑，冷冽到没有温度。他的笑容稀少，情绪更是深藏不露，仿佛世间的喧嚣都与他无关，他只专注于自己的道路。没有人知道他的心底是否存在过一丝柔软。有时深夜办公室的灯光下，他一个人沉默地处理文件，背影修长而孤独。偶尔有人敲门，他也只是淡淡回应，冷漠得像隔了一层厚厚的玻璃。其实这样的冷漠并非天生，而是多年孤独与责任压出的外壳。他告诉自己，感情只会成为累赘，直到命运安排了那个特别的他。命运的相遇，命运总喜欢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悄悄安排转折。那天阳光正好，杨咩咩提着一束向日葵走进了他们的世界。她的笑容干净而明媚，就像一束照进冰川的阳光。第一次见面时，他轻轻对她说：“你好。”于龙只是淡淡点头，神色依旧冷漠。可在杨咩咩眼里，那份冷淡并不可怕，他反而觉得那背后藏着一颗孤独的心。他没有退缩，而是用笑容和温柔去靠近，就像春风不言，却能融雪。他的眼神清澈，没有一丝功利，就像山泉水般纯粹。那一瞬间，于龙心底竟闪过一丝久违的波动。他努力压下，却无法否认，这个女孩的出现像一抹亮色，冲破了他灰暗的世界。命运的相遇从来都不是偶然，而是冥冥之中最温柔的安排。爱的萌芽，日子一点一滴流淌。杨咩咩喜欢在厨房边做饭边轻声哼唱，于龙常常只是站在门口默默看着。那旋律不算动听，却让他的心渐渐有了温度。深夜加班回来，他会轻轻放下一杯热牛奶，眼神里带着体贴与关心。他没有回应太多，可内心却早已被触动。他惊讶地发现，自己竟开始期待每天与他相见的瞬间。爱就像一颗种子，在不知不觉中发了芽。于龙开始学会留意生活里的小细节，他喜欢喝微甜的柠檬水，他总是睡前看一本旧小说，遇到开心的事，他会像孩子一样笑出声。所有这些细碎的瞬间，慢慢填满了他冷硬的心。他常常在心里想，原来世界可以这样温柔。欢迎老婆回家。一个傍晚，杨咩咩拖着疲惫的身体推开家门。灯光下，于龙放下手中的文件，声音低沉却带着温柔，欢迎老婆回家。这6个字如同火焰，瞬间点燃了他的心。眼眶立刻湿润，他扑进他怀里，感受到久违的安全感。从那天起，这句话成为他们之间的暗号。无论何时，只要说出口，就像在彼此心里点亮一盏灯。此后，每一次听见这句话，杨咩咩的疲惫都会瞬间消散。那是家的味道，是被需要的证明。他常常笑着调侃，没想到高冷的你也会说这种话。于龙只是轻轻一笑，却在心底暗暗发誓，无论经历什么，他都要让这句话成为他最温暖的依靠。温柔背后的坚强，别以为温柔就是脆弱。于龙依旧是那个坚毅果敢的男人。他肩上背负着工作压力与家庭责任，常常深夜仍在电脑前奋战。但在杨咩咩面前，他愿意卸下所有防备，把最柔软的一面留给他。真正的坚强，不是没有眼泪，而是懂得在对的人面前展现真实。很多人只看到他在职场上的雷厉风行，却不知道他深夜独自压抑的疲惫。杨咩咩一次无意推门，看到他揉着太阳穴，眼神倦怠，却仍坚持写完报告。那一刻，他心疼极了。而他抬头时，却露出一个温柔的笑，别担心，有你在，我没什么过不去的。这份坚强，是责任，也是爱。爱是陪伴。爱情并不总是轰轰烈烈，
更多时候是在日常生活里的陪伴。杨咩咩学会了在他疲惫时递上一杯热茶，在他沮丧时轻声安慰，在他成功时静静笑着鼓掌。他们就像两颗星星，黑夜再漫长也能彼此照亮。他们用最平凡的点滴书写着最动人的浪漫。有一次，鱼龙生病发烧，依旧倔强地说没事。杨咩咩却整夜守在床边，不时替他擦汗，轻声哄他吃药。第二天醒来，他看到他疲惫却安心的睡颜，心里第一次涌出一个念头：我不是孤独的。爱就是这样，把平凡过成了诗。冲突与理解，爱情里没有不争吵的情侣。有一次，鱼龙因工作繁忙，忽视了杨咩咩的感受，两人冷战了几天。那沉默比吵架更折磨人。终于，鱼龙低下骄傲的头，第一次真诚地说出对不起。杨咩咩含泪回答，只要你在意，我就愿意原谅。正是这些摩擦，让他们学会如何更好地去爱与理解。他们也明白，争吵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不沟通。那次之后，鱼龙学会了在忙碌中抽空发一条讯息，哪怕只是别等我太晚。而杨咩咩也学会了换位思考，不再因小事计较。他们在一次次摩擦中磨合，最终收获的是更深的信任与懂得。转变的力量，变化总是悄然而至。朋友们惊讶地发现，鱼龙不再是那个高冷到不可触碰的人。他会在朋友圈晒出两人的生活点滴，会在聚会中微笑着说起我老婆。爱让人柔软，也让人强大。因为爱，他变得更勇敢，也更有人情味。有朋友打趣，你现在简直判若两人。鱼龙却只是淡淡回应，因为有人让我愿意变成这样。其实他心里明白，是杨咩咩教会了他如何去表达，去分享。他不再孤独守在世界的角落，而是把爱写进了生活的点滴里。爱的仪式感。每当杨咩咩回到家，鱼龙都会习惯性地说，欢迎老婆回家。这句话不再只是简单的问候，而是一种仪式感，一种彼此心意的确认。即使外面世界再冷酷，家里始终温暖如春。生活的浪漫并不在于鲜花与珠宝，而是这份日日重复却从未敷衍的用心。有时杨咩咩会开玩笑地问，你会说一辈子吗？鱼龙郑重地点头，只要我活着就会说下去。那份坚定的承诺比任何豪言都更有力量。仪式感并不是刻意，而是用心的坚持。一起走过风雨。生活从不完美，总会有风雨。他们也曾面临经济压力，也曾遭遇外界的不解，但他们始终选择牵手同行。鱼龙说，只要你在，我就有坚持的勇气。杨咩咩回答，有你，我什么都不怕。这份信任就是他们最大的财富。一次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们陷入困境，但两人并肩度过，彼此都成为对方最坚强的后盾。正因为风雨，他们更懂得珍惜晴天。经历过考验的爱情不会被轻易击碎，反而更加牢固。爱是成长。爱情不是停滞不前，而是共同成长。鱼龙学会了用语言表达感情，不再冷漠如冰。杨咩咩学会了理解与包容，也变得更加坚强。爱让他们成为了更好的自己。幸福并不是偶然，而是用心经营的结果。他们在彼此身上找到了成长的镜子。每一次耐心，每一次原谅，都让他们更懂得爱。最终，他们发现，爱情的真谛不是依赖，而是携手共同进步。成长是爱情送给他们最珍贵的礼物。故事的启发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即便是最冷酷的人，也会因为真心而改变。爱不是强行改变对方，而是让对方愿意为你变得更好。那一句欢迎老婆回家，不仅是温柔的问候，更是爱的承诺。生活的美好，往往就藏在最平凡的细节里。它提醒我们，真正的幸福不是轰轰烈烈的浪漫，而是日复一日的陪伴与守护。那些看似简单的举动，恰恰是爱情最深的表达。致观众的心声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也许你在这个故事里
看到了自己，或者想起了某个人。爱情并不需要完美，正是因为有不完美，才显得珍贵。愿你也能遇到那个让你卸下伪装，让你真心微笑的人。感谢你能读到这里，如果这个故事曾让你感动，请点个关注，留下你的评论，分享你对爱情的理解。你的留言就是我继续写下去的动力。让我们一起用心去感受生活的美好，把爱传递下去。